欢迎回到东大透视。从2021年4月开始，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冠疫苗不良反应讯息，这波讯息直到10月份左右才逐渐减少。众所周知的是，当时中国采用的是新冠病毒的灭活疫苗，而国外的疫苗，譬如说 mRNA 疫苗，在中国大陆从未被正式批准使用。本频道收集了当年其中的部分讯息，重新整理分析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政府和社会的反应又是怎样的。本期讯息全部来自于中国国内的网络平台，譬如微博、微信、小红书、QQ 等，但由于年代久远，无法保证内容发布者依然在世，或者亲自现身证实内容真实性。本人并非医学专业出身，以下提及的病例并无医学方面的线索根据，本人仅对实际状况转发评论。节目开始前提醒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按一下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首先是情况不太严重的病例，包括长期咳嗽、面瘫、胸闷、月经失调。屏幕上会展示当时的信息存留记录。相比其他情况，病情并不算特别严重。我这里不一一列举详细讯息。接下来是耳部和皮肤方面的相关疾病。这患者表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了耳聋、耳鸣、皮疹、皮下出血等问题。之所以将耳科和皮肤科的问题并列，因为这些情况尽管都已经比较严重，但未有对患者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以下是癫痫的问题，或是注射疫苗后不久出现癫痫状况。癫痫案例数据不太多。以下是肾病问题。急性白血病是中国灭活疫苗最严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不良反应症状。有趣的是，这也是最多实名公开讯息的疾病。相比其他问题，脊髓炎是比较少出现的不良反应。我手头上只有一例，在这里简单展示我得到的脑部病变的讯息之中，以脑梗为主。从讯息量来看，脑梗疾病是不良反应之中仅次于白血病比较流行的状况。部分心脏病患者自称在注射疫苗后出现状况。看来血小板减少问题可以列入皮肤病问题之中，但因为部分病情比较严重，我在这里单列出来。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会导致患者出现精神问题，这些情况比较少见。这里列举一些不太集中的其他情况。在2021年的上半年，曾有资料表示，科兴中维以及北京生物两家企业生产的疫苗超过15亿剂，产值突破1220亿元。有人按照这个数字简单折算得到，新冠疫苗出厂价是81.33元。在另一份当年的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档案显示，疾控中心采购疫苗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每剂。出厂价和采购价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或者这就是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民众注射疫苗的驱动力之一。不过比起经济利益，政府各级部门甚至是学校
都有一个无形的压力。有地方学校要求家长子女未有注射疫苗则不准上课，即使是你不想注射，也要医院方面开具医学证明，证实不适合注射。在当时，新冠疫苗覆盖率并不仅仅是，也并非是以公众健康安全为由，政治正确成为最重要目标。当时社会上也都流行政治站位一说，如果你不跟随上级的指示，就是政治站位低。于是领导就要求你提高政治站位，意思就是站得高一些，目光看得远一些，看到领导的指示和意图。我相信这期节目会有一些来自未来的网友，有不了解的网友可能会问，学校怎样得知你有没有注射疫苗呢？因为当时全国的人口信息都跟健康码系统绑定，一方面你可以用手机截图健康码记录，即使在外地打了疫苗，也可以通过手机显示告诉学校和其他政府部门知道。另一方面，如果你完全没有注射疫苗，你这个健康码就有可能会导致你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出入公共场所。以上的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在网上申诉自己情况的同时，也曾质疑政府的处理方式。从他们的回应看来，除了极少数地方政府对疫苗不良反应的死亡病例做出赔偿外，他们的大多数人并未被政府理会。也都有受害者尝试在网络平台收集同样是受害者的讯息，但收集完后也没有实际行动。而在线下，部分受害者曾直接到政府部门反映他们的状况，政府方面要么不回应，要么由维稳部门出面对他们做出处分。政府部门收集了大量的讯息，但从5月至7月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回应。直到8月份，卫健部门由于社会舆论压力，出了一份特殊情况暂缓注射通知，并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中国产疫苗的不良反应状况。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1年4月30日，中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5亿剂次。不良反应报告率的讯息，请看屏幕。值得注意是，这些数据是4月30日之前的数据，基本上不覆盖本影片提及的大部分案例发生的时间。我们无从得知，在2021年3月至10月，中国的疫苗生产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无从获得中国国产灭活新冠疫苗的最终不良状况数据。而且我无法理解，部分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全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相比，谁轻谁重？还是说部分的少数人出事后，他们就已经被排除出中国人的概念之外？假设观看这条影片的观众，你们就是那个代价，请问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愿逝者安息。我们下期见。